今天直播给大家带来的是北海道牛乳饼干，这个饼干一共有红蓝2款。人品，人品，还是人品。一定要可以保胎。你别去。 更不能让别人爆出你们的黑料、黑历史、黑料、黑料。黑妹，王世强，这边说还是换个地方解决。换个地方聊吧。看什么看？按照我刚才说的，继续开会。 刚那人谁呀？一个比我还难搞的人。怎么了，黑妹？从我这儿跳槽后悔了？想回来再试试？直播这一行，我早就不做了。黑妹这个名字也早就不用了。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提。我找高人替我算过了，以后请叫我黄须臾。 须臾，这名字恐怕不太好吧？须臾，稍纵即逝啊！你懂什么？这个名字旺夫。行，须臾就须臾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希望你们公司解除跟曹瑶英的一切合同，不然白吸收的20%的股份，你们就别想了。你什么意思？ 就是你听到的意思。笑话，投资是白总的，你凭什么呀？凭我是白希澈的未婚妻，我肚子里的孩子是他的。我知道白希澈是个花花公子，但是他妈会替我做主的。我未来婆婆已经找人算过了，我肚子里怀的可是个紫金宝宝。 能忘他们白家的，这个分量，你应该是清楚的吧？如果你还想要白希澈的股份，那你最好听我的劝。黑妹，黄小姐，我在曹瑶英身上。 可是投入了不少的资源，您能不能高抬贵手呢？再说了，白总投入到公司的资金，他指定要专门用在曹瑶英身上，您看是不是再跟白总商量一下？王世强，我今天过来是给你面子，你还以为我是原来的我吗？他跟我未婚夫搅不清楚，你还叫我去商量？如果你舍不得那些本钱。 你就试试看，白希澈根本就没有话语权，钱全捏在他妈手里。哎嘿，哦，哟，一姐，今天穿的可真美呀！ 美。来我办公室。 什么事儿啊？怎么今天公司的人都奇奇怪怪的？瑶瑶，
最近工作怎么样啊？挺好的呀，詹姆斯导演的电影刚杀青，我们合作还挺愉快的。他说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可以再合作。我觉得等这个电影上映了，我的咖位应该可以再上一个台阶。白溪洲是那部戏的出品人吧？所以之后他就投资我们公司了。王总，您什么意思啊？你是不是跟白溪洲好了？对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合同上好像也没有规定我不能谈恋爱吧？可合同上规定了，如果你做出了有损名誉的事情，影响了公司的项目，公司就可以跟你解约，并且要求你赔偿损失，赔偿一切损失，还有违约金。什么有损名誉的事情？因为我跟老板谈恋爱吗？这就有损名誉了。你了解白溪洲吗？啊？你喜欢他什么呀？帅气，有钱？你站住！刚才的那个女人，她是白溪洲的未婚妻，而且白溪洲他老妈已经认可她为正室。就算你跟白溪洲在一起，你充其量也就是个第三者。为什么要信你说的？你刚才也看到了，那个女人肚子里怀的孩子，她是白溪洲的，这个信息够不够？瑶瑶，一直以来，我都觉得你这个人是非常聪明、非常理智的。我不明白，你看上他什么了呢？像白溪洲这类人，你应该也见过不少啊。那个女人今天来找我，用白家的势力要挟我，要挟公司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跟你解约。不过好在，至少我们比……你不用说了。高总，鸡市村的希望小学已经动工了，我们商会这次捐了100万，后续220万的维护款也筹到了。继续跟进，不要以为钱到位了就万事大吉了，要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实处。那你看需不需要在媒体上宣传一下？我们现在的关注度啊还是比较高的。是的，正好啊，顺便提升一下咱们商会的知名度。前2天有个记者采访我，我说我是做慈善的，他这个眼神都变了，不是崇拜，而是不信。哎，咱们这个慈善商会啊，还真的是慈善商会。是啊，我想在座的大多数人都会有这样的想法，用做慈善的方式增加企业的知名度、软着力，这是大家都希望的。我们做商人的，在商言商天经地义，所以一直在说我们做商人的是唯利是图。哪怕你做了慈善，他也说你是别有用心。我不信这个邪，我做这个慈善商会，就是要做一件尽可能单纯的事情，不要商业目的，没有任何商业行为。如果有人不同意我这样的观点，提出要走，我绝不阻拦。但是我的原则不会变。我没想到你还会做慈善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无利不图的商人，是吧？不是，我说正事吧。
我朋友的服装厂倒闭了，我们想重新开起来，做原创服装品牌。您看一下，这是它的设计，很不错的。是曲墨吧？在一起了。我知道现在不适合投资服装品牌，但是我们就是一个小厂子，用不了多少钱，对于富高来说更是不值一提的。你要多少？300万。我给你500万。我回去交接一下工作，就回来。明白就好。小叶，我想过很多我们见面的理由，可是我没有想到，你最后是为了一个女孩。因为那是他喜欢的事情，也是他的梦想。我觉得那个婴儿床意大利进口最好了。喜欢就买了，你好好吃饭休息啊，别亏待了我孙子。我知道了。哎呦，妈，他又踢我了。等他出来收拾他。还好吗？妈，我来吧。好，慢点啊。好长时间没有联系我，我还以为你把我忘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，宫崎老师？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您说，之前您跟我说的话，我一直都记着。最近这几天，我也有尝试做一些新的构思，也有画一些设计图，但没有一件是能让我满意的，就更不用说过宫崎老师您这一关了。是我自己能力不行。铁墨，我教你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的能力我很了解。做不出桔梗的设计，不是你的能力不行，而是你已经找到了属于你自己的方向。铁墨，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做，快去忙吧。谢谢您，宫崎老师。
秦墨，加油！加油！还考虑什么呀？你不是着急融资吗？现在我答应投了，你反倒不干脆了。姐，我知道是子怡让你帮的我，但500万真的有点太多了。确实是子怡找的我没错，但我对你这项目还挺感兴趣的。你放心，我是生意人，该拿到回报1分都不会少。正常的投资罢了。好，我接受。子怡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也别高兴得太早，咱们还是有个3年之约，3年之内必须回本盈利。合同的细节晚一点会有人跟你对接的。好的，谢谢子怡表姐。以后叫姐吧。谢谢姐。行了，该说的正事都差不多说完了，我先走了。好好准备。姐，慢走啊。他说准备什么呀？啊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天去找我姐的时候碰到了一个朋友，他正好在投行工作，听我说要开一家连锁的甜品店，特别感兴趣，愿意给我投资。真的？真的。不过他有个条件，他让我去全国各地的甜品店先做一个考察，1个月之后交一份详细的策划书才能做决定。1个月，那时间也太仓促了。那你是不是很快就要走了？这2天就走了吧？干嘛呀？还没走，就开始想你了。哎呦呦！1、2、3、4、5，我点上这个，这个。给我拿一点。小姐，要不少喝点吧，换瓶鸡尾酒吧。让我来1瓶。开始啊！美女，一起喝一杯。要泡我。小姐，你的酒。行，我跟你走。你干啥？我吃了，我跟你走。哎，别，姐，我错了。啊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是一名小小的艺术家。你看，你的五官就像这座城市的高峰，层次有极，层次鲜明。你的肌肤就像那平阔的草原，让我有一种策马奔腾的感觉。
你困吗？我不困。你累吗？我不累。你渴吗？我不渴。来，你呀。我哪舍得你坐别的车去上班啊？这是我最喜欢的一辆车，送你了。谢谢白总。多少人？啊，那倒不全是。画杀！报表上显示，这笔基金竟然一动没动，这和存银行有什么区别？哈，不对，存银行还有利息呢。是这样的，一个投资行为确立之前是需要很多复杂的流程的。这里最浪费时间的呢，就是背景调查，它会需要我们用几个月的时间。但是我们双方公司的目的是一样的，都希望贵公司的基金在我们这儿能产生最大的价值。小刘啊，我们放了多少钱在基金啊？3个亿，也不算多嘛。刘总，我想咱们之前对基金托管的事宜已经聊得很清楚了。我不明白今天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质疑。我一直认为互信是商业合作的基础，我觉得您可以慎重地考虑一下我们的合作关系。裴总，裴总好魄力呀，果然是投资界的风云人物，不一般呐。刘总，裴总刚才就是开了个小玩笑，缓解一下大家紧张的气氛。大家都累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好吗？裴静，你今天是吃枪药了吧？开会是来解决问题，不是让你甩锅不干了。他们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？你看不出来他们在鸡蛋里挑骨头吗？是，他们不懂投资流程，我们讲清楚就好了。你理智的想一想，刚才有到解除合约的地步吗？他们就是一群暴发户。我告诉你，这只是个开始，未来这种情况一定会层出不穷的。裴静，我们是初创公司，没有海贝那样在行业的影响力啊。能有一笔基金放到我们这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你不觉得你心态有问题吗？什么？我有问题？好，是我有问题。那这个项目我不跟了，之后的事就麻烦你了。收起你的规矩和脸面吧。现在这个大厦里，10家有8家是初创，我们凭什么能挺到最后？啊！那些旁门左道、拿不上台面的事情，你不愿意做，我不愿意做，总得有人去做吧？裴总，如果你觉得你还是公司合伙人的话，就请你跟我进去道歉。刘总，公司的茶都不错吧？我今天早上特意让朋友精心挑选的。还行吧。那就好。刘总，这是我给您新泡的一杯茶，您尝尝。
聊到哪儿来着？继续谈。妈，哎呀，茉莉，你回来了，怎么不打个电话呀？我有个好消息要跟你们说，我爸呢？啊，那儿钓鱼呢。我打算把咱们家的厂子再开起来，我都想好了，我呢来设计，然后用咱们的厂子来加工。咱们厂子之前不是有之前做袜子的机器嘛，那个可以保留。我的傻闺女啊，开厂子哪有你想的这么容易啊？光有设计不行啊。对呀，还得有启动资金。启动资金我有啊，我都已经找到投资了，我们的厂子有救了，爸妈。投资？哎呀，还真有人会给我们这小厂子投资啊！什么人啊？其实是高子怡表姐投的，但是她是因为被我们的项目打动了，所以才投的。而且我们签了合同，保证公平公正又合法。女儿，这钱咱不能要。为什么呀？有了这钱，咱们家厂子就有救了呀。小高这小伙子，我和你爸呀都喜欢。可是你要知道，拿了这钱以后，你们俩的关系就变麻烦了。哎呀，我们不能这么做。妈，你想到哪儿去了？这钱不是高子怡的，是高子怡她表姐的。而且咱们家厂子开起来之后盈利了，肯定会给她分红的呀。我们都是签了合同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再说了。这件事儿我跟你妈想法一样，这个钱咱不能要。哎，不是爸，为什么呀？这厂子……我告诉你，曲墨，这事儿没商量。上次你就不让我安心养病，这次又不听话了。不是，你明天就回去，把钱还给人家。爸，我这合同都签了，我……妈，你说说他。今天你是不是对孩子太凶了？他还年轻，不知道有些钱不能下呢。可是看着小高挺好的，应该什么应该？看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他一个人好有什么用啊？他身后还有一大家的人呢，他们会怎么看咱们茉莉啊？我就这么一个闺女，我可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她。这么晚了还不睡？我睡不着，我能跟你们一起睡吗？多大了还一起睡？这事儿没商量。老徐，你知道这只小鸭子叫什么名字吗？唐老鸭。加油鸭！你还记得小的时候你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吗？小学1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考试考砸了，不敢回家，就躲到小河边上溜达。到了大晚上，你找到了我，然后你就陪我坐在小河边上，你让我看看河里的鸭子。这个就是那只鸭子，它从那个时候就一直陪伴着我，到现在。每次当我遇到有什么困难的时候，我就告诉自己，我要像这个小鸭子一样，要加油。你看，你现在遇到困难了吧？你是不是应该也向他学习学习啊？哎，怎么了？这么晚还忙啊？还有一些没写完呢。
你是天天都不吃早餐吗？没有。爸，你不相信你闺女了吗？我呀，一直都相信我闺女。这次就听你的。谢谢爸。哎，不许逞强啊！好嘞。哎，没洗完呢。我就不打扰你们二人世界了，晚安。丫头，哎呀，啊，这嘴硬。子怡，我已经到厂子里面了，我也发了招工启事，但是一个工人都没找到。你别瞎想，招工启事贴出来要一段时间大家才能看到吧？茉莉，开厂子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当初我们决定好的时候，应该做好准备了呀。开之前我是做了准备了，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，还是觉得准备做的不够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啊？我打算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加油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。我就是跟你吐吐槽了，你可不要因为我耽误你的正事儿啊。你跟我说说，你最近甜品店考察怎么样了？我今天去了一家法式的甜品店，吃了一款可丽饼，特别好吃。下一次我一定带你来尝尝。好啊好啊，等咱俩都忙完了之后，我要跟着你把所有好吃的都尝一遍。但是，我最期待的还是你自己做的甜品店，你做的东西是最好的。好，到时候呢，我只给你一个人做，不给别人吃。好。那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想你了。我也是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继续加油去了，你也要加油啊。加油。加油。我们集团的许多产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，上月的总利润同比下滑了17.3%。崔副总，你所主导的新能源产业，随着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，我们行业的许多传统行业都需要进行适当的精简合并，顺应时代，及时转型，否则极有可能在这一轮新的改革之中陷于被动。哎，你看这新闻。新晋女艺人曹瑶因酒吧闹事，行政拘留了。哎，就是那个瑶瑶吧？之前还来咱们这儿拍过广告呢。人不怎么红，还瞎搞，这不作死吗？可不是嘛。上课了。哎，好。哎，走，刚才咱俩说的话，不会让欧阳老师听到了吧？说
收起你的规矩和脸面吧。现在这个大厦里，10家有8家是橱窗，我们凭什么能挺到最后？啊？那些旁门左道、拿不上台面的事情，你不愿意做，我不愿意做，他总得有人去做吧？今天晚上我就不过去你那儿了。今天开会难为你了，东方贝拉的案子，麻烦你再辛苦一下，这个客户对我们很重要。你说这都开业好几天了，一个工人也没招上来。你当初啊，真应该跟我和你爸商量一下，再找人投资。你说这工厂开着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这钱也借了，万一这厂子开不起来，你说怎么还呢？哎呀，妈，你放心吧，万事开头难嘛，我们的厂子肯定可以开起来的。而且，我爸不是去招工人了吗？我们要是招不到工人，我们可以给他提高工资嘛，或者去隔壁城市的人才市场去招人。再不济，我们几个就自己上。我还不信了，我们这个厂子还开不起来了。你这孩子啊，跟你爸一样犟。闺女，爸，你回来啦！不光是爸回来了，爸带着兵来了，你看。这个颜色的质感就是这块部分。咱们加油鸭品牌呢，就是要传达一种努力把事情做好、永不放弃的态度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，加油！你也累坏了吧？来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小心啊，爸爸！爸，我们怎么出去啊？啊！哎，老李，有人！救命啊！
让他一块坐车吧。茉莉，等我红了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带红你的品牌。我就是想过这种抬头就能看见星空，低头就有红酒喝的生活，所以我要为了过上这样的生活而奋斗。你在我这儿装什么清高？你就是见不得我好吧？都是我的错，你们都是好人，只有我是坏人，什么都是我的错。就像穿透梦境里的那一片迷雾，我慢慢去忘记它的口味，没有太多的情感可以去浪费。时间如果倒退，看电影不吃爆米花太无聊了吧？避免我们成为彼此的软肋。榴莲芝士味的。过来，你可要乖点啊。行，看这样子，胖个30斤，做个吃货直播。3个月后又是一条好汉。我联系2个直播公司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还挺靠谱的。那2个老板是我朋友，之前帮过他们不少。我还联系了媒体，到时候发一个道歉的声明。你怎么还管我？这些年的时间，我的恍是我带你住的好，没想过不想看你就这么倒下了。变得一塌糊涂。如果有一天我能够从中领悟，可是我还有路吗？就像穿透梦境里的那一片迷雾，我慢慢去忘记它的口味，没有太多的情感可以去浪费。但是万一这一次看走眼了呢？避免我们成为彼此的软肋。我慢慢收起所有的防备，不必担心在夜里还是会落泪。时间不会倒退，没有什么是非。不是所有梦境都会有完美，不再有完美。子夜，您看我的加油呀睡衣可爱吗？Hello， 茉莉。哎，子夜，你在哪儿啊？这么晚还在加班啊？我今天去见了我一个朋友，现在正用他的办公室写调研心得呢。哦，对，马上就到1个月了。你得给他们写那个调研报告了吧？
那你是不是快回来了呀？忙完就回来了。不过现在有点麻烦，可能要再待上一段时间吧。甜品店比我想象的要多，有点看不过来了。你不会生我气吧？不会，当然不生气了。你是在为了你的梦想努力嘛，我永远都支持你。厂子那边怎么样了？看你的状态，应该是很顺利吧？顺利，非常顺利。现在整个厂子啊是红，蒸日上，就等正式推出的时候一鸣惊人了。那你一定把第一件留给我啊！我要当你的头号粉丝。那必须的，最特别的衣服肯定要留给你嘛。好了，不说了，你接着加班吧，别熬太晚啊。你也是啊，厂子虽然重要，但是你的身体更重要。裴总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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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叶总开会居然没叫裴总，他不会闹掰吧？不会吧？他们那个关系。经过我们研究，东方贝拉作为国内新创高科技公司，主打仿生手艺物质开发，具有很强的发展潜力和很大的可开拓市场空间。虽然在前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，但一旦投入市场，将会有迅速的资金回流和超额的盈利。裴静，裴静，你听我解释啊，你的方案特别好，我没想要改你的方案，就是今天这个甲方有些棘手，我怕你跟他会起冲突，所以就让小王去讲了。我知道，你不用解释了，快回去开会吧，省得让客户等太久。叶总，会还开吗？开。大家好，我是曹瑶英。之前因为我的个人不成熟行为，在公共场合辱骂重伤无辜的人，给社会和公众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，尤其是对谭先生，更是造成了人格上的侮辱。所以在此，我想郑重地向大家道个歉。对不起。这件事情也让我更加的认清了自己。原来一直以来，我都活在一个自我构建的迷雾里，是我的过度自信和偏执，造成了今天这一切，伤害了一直以来保护我、关心我、支持我的人。所以今天，我也想向我最好的朋友和我曾经的经纪人说声抱歉。
我之前让你们失望了。请问你对你自己之后的规划是怎么样的？我想从头开始，脚踏实地，从最基本的工作做起，也希望行业可以再给我一次从头开始的机会。听说你的事情是因为白氏集团的大公子白希洲而引起的。我承认，是我之前的任性，被感情蒙蔽了头脑。但是在我知道真相之后，我第一时间就退出了。我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和原则，也绝对不允许自己做出有伤伦理的事情。白总，你找我？一会儿把这幅画摘了。好。欧阳，瑶瑶，我今天来就是来谢谢你。咱们俩之间还有什么谢不谢的？当然要谢了。如果这段时间没有你帮我的话，我可能就……作为朋友，我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其实你最应该感谢的人不是我。我明白。OK， 那加油吧。晚上有没有空一起吃个饭？今天不行，一会儿要出差，收拾完行李就得往机场走。那行，那等你回来再说。住什么人？那我先走了。照注意安全。欧阳，怎么了？一路平安。陷入的自以为是的罪，没有防备，已退无可退，再多的付出都被消费，是错，是错，是错。
暖雨，很抱歉以这种方式和你告别。我认真的思考过，你要走的路，如果没有我，你会走得更好。回想起来，我突然间理解了当初曲墨的难过。两条平行线即使无限接近，也永远不会有交点。业务方面我都已经交接给了小王，有问题随时联系我。愿你一切顺利，裴静。时间遗忘了白如第三人格，我用尽剩下的姿态随声附和，好像我这是5年来第一次有人给我过生日。孩总是需要听话的，而我需要你。只是在别人面前学会了假装，被遗忘的那几年，我已经丢了时光，是赔了青春，需要什么方式去补偿？今天我们开会，大家讨论一下富高集团对嘉皇酒店是否继续投资的事情。之前我让大家拟定一份意见书，大家的意见和分析我都看了，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，都很有道理，也很合理。子毅，你怎么想？我支持投资。支持？这个决定有点太大胆了吧？这个事情肯定还要讨论。子毅，你知道我们公司的主要业务不是酒店吧？这次投资嘉皇酒店的目的，不在于眼下的收益，而是长远的布局。开会之前，我给大家发了一个文件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是我这2天做的一份数据分析报告。结果显示，虽然投资嘉皇酒店的成本有点高，但在我们的可控范围内。如果成功的话，每年我们会得到15%到20%的固定回报率。方总，您是风险部的元老了，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这个文件有没有什么不准确的地方？子怡的这份报告数据很完整，结论是可以参考的。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新上架的衣服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期待我们接下来新的上新哦。10件，又来了，11件。闺女，不错啊，这一直播啊，一下就卖出去20多件。可是直播那么久，总共观看人数才60人，就有点打击到我的信心了。慢慢来嘛，咱的产品质量好，回头客就多呀。这口碑不就是这么做出来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这么做出来的。好吧，反正今天咱们也卖出去20件了，是吧？以后会更多的。对，这才是我闺女的。您刚才也说了，在一切顺利的前提下，才能拿到15%到20%的回报点。可一旦出现差错呢？这么多资金砸进去，一旦收不回来，我们富高可是会元气大伤啊！投资总要是有风险的，但不能因为难我们就不做。要投资嘉皇酒店，确实需要很大的投入，但也不至于让我们富高伤了元气。况且我很看好这个项目，也很愿意用我们富高的最大资源去支持嘉皇酒店。我这个老头子啊，有时候也保守了一点，是要听听年轻人的。既然大家意见不统一，我们就举手表决，同意
继续投资嘉皇酒店的，请举手。我同意。茉莉，瑶瑶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当模特儿。你不是有合约吗？现在已经没了，以后的事情，以后慢慢告诉你。你行吗？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。第一，它是我和我最好的闺蜜瞿墨再次重逢的日子。第二呢，也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经历了这么多事情，重新开直播的第一天。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陪伴了我们很多年的东西。那就是这只小灰鸭，能看到吗？这只鸭子呢，是茉莉在大学的时候就已经设计的。大学毕业的这一年，我真的特别佩服她。我还不能有点理想吗？做服装设计就是我想做的事儿。这个是我设计了好久好久的一条连衣裙。姐，加油，茉莉！加油！跟那些专业的设计师相比，就是张草纸。你有什么能力在这个市场上立足？瞿墨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设计师，瞿墨的设计理念确实与众不同，但这正是他的优点。刚刚大家看到的这些工人，其实在工厂倒闭的时候都面临着失业的危险，但是现在有了加油鸭这个品牌，他们又重新获得了上岗就业的机会，对，也重新拥有了面对生活的希望。我们希望把加油鸭这份温暖带给更多的人。好了，别的煽情的话我先不多说了，让茉莉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她设计的衣服吧。好，大家看到瑶瑶身上穿的这件呢，就是我们最新款的设计。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因为茉莉的衣服都是自产自销，所以呢，它的性价比特别高。你看他怎么样了？他有未婚妻，未婚妻还怀孕了。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就果断分手了。但是公司还是觉得影响不好，就跟我解约了。是不是还挺刺激的？行了，我没觉得这是一件不好的事儿啊。最起码让我看清了很多，也成长了。更重要的是，现在咱们俩不是也和好了？以后都会越来越好的。谁跟你和好了？你刚才不是还说冰淇淋吃了就算和好吗？
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？欧阳啊，他告诉我你在这儿。欧阳哥，欧阳哥他现在在哪儿啊？他成了一名摄影老师，还挺好的，一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儿。那你跟他？他很好，特别好，甚至在我跌落谷底的时候，还一直都在帮我。其实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差点就要跟他说，能不能一直留在我身边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那也只是感动，不是爱情，不能再献一献一了。所以最后也只是跟他说了一声谢谢。欧阳哥那么好，你确定以后不会后悔吗？或许会吧。瑶瑶，你变了。我是变了，但是有一点没变。哎，最近怎么都没有看到高主厨啊？高主厨不干了，他出去上班去了。我们还想找他合影呢。对啊，对啊。合影找我呀，这不还有我呢？哎，瞿梦回来了！哎，你怎么不说一声啊？南哥，哎，你刚说什么？高子怡她不回来了？哎，我那面包还没好。南哥，我刚都听到了，你刚说高子怡她怎么回事？哎呦，你听错就是高子怡。他回他爸公司上班了。哎呀，我是不是早就说过这件事情不该瞒着他？他回他爸公司上班了，是为了我那500万。姐，你不会也要拦我吧？茉莉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现在这样冲过去了，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咱们应该静下心来，想想怎么帮助子怡。如果你执意要去，只会让她更加为难的。瞿墨，谢谢你们。我找你们董事长。您有预约吗？没有。那我先帮您登记一下，怎么称呼？瞿墨。您跟我来。不用预约了吗？董事长交代过，您不用预约。董事长，瞿墨小姐到了。哦，让她进来。瞿墨，你好。来坐吧。谢谢。子怡回来，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找我的。他欺骗你了。嗯。但是没关系，我理解他的决定。是个好姑娘，说说吧，即便没什么用，我也会认真听。
这个是工厂的资产清单和财务报表。等这次节日促销活动过去之后，我就把它们全部卖了，还给你。你是想让我收回投资，让子怡回去吗？我知道子怡这段时间过得有多么不开心，我不想她因为我的梦想放弃她自己的梦想。梦想？你说的是甜品吧？她现在会喜欢，以后可未必。叔叔，您看，这个是子怡近几年来的计划。他把这个城市所有的甜品店都考察过一遍了，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作品变得更好。也确实如他所愿，他的甜品的确吸来了一大波忠实粉丝。而且他还跟我说过，他希望在未来能拥有一家属于他自己的多元化的甜品品牌，在全世界都开分店，让所有的人都能尝到他做的甜品。叔叔，子怡她真的没有在玩儿，她是真的把做甜品当成她毕生的事业了。姑娘，你所在的富高集团市值1000亿，在几万人的生计面前，甜品那只是个甜品。可是甜品是高子怡的梦想啊，梦想没有高低之分。我没有跟你谈梦想，我在跟你谈现实。让我的儿子去做一个厨子，太可笑了，我也不能接受。我也知道，凭自己的3言2语，没有办法轻易改变您。但是我觉得，您也应该试着去理解理解您的儿子。茉莉，是吧？你想干嘛？当英雄是吗？谁允许你这么做了？骗我了！不，你咬我干嘛？以后不许骗我。 你咬我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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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茉莉，别生气了，现在不是挺好的吗？厂子也开起来了，又盈利了，不是好事吗？那你呢？你不是要开甜品连锁店吗？你现在连甜品都做不了，你怎么开啊？我的事以后再说吧。你放心，我还是会做甜品的，但以后只给你一个人做。可是你不是说甜品可以温暖人？你想让那些不开心的人吃了你的甜品之后都变得开心起来，这才是你想做的事儿啊！我不想让你为我牺牲那么多。甜品是可以温暖人啊，但我现在最想温暖的人是你啊。高子夜，你怎么变得这么平了？你变坏了，你现在。我一直都这样啊，只是你以前没有发现而已。那你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偏。茉莉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。我知道，你也是啊。你要是在上班的时候有任何不开心的事情，你都可以跟我讲。如果你要越狱的话，我帮你。越狱？没去看多了。好了，我要抓紧回去工作了。你照顾好自己。走了。人的一生都在准备着，勇敢的去爱吧，即使失败了，也总比没有爱过要好。曾经我最好的朋友告诉我，努力就可以逆天改命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我的种种努力就只是为了迎合别人。我最终活成了一个戏子，在别人的故事里迷失了自己的路。但是现在我想放下这一切，虽然我还爱你，可是再见了。好，停。哎，你觉得他怎么样啊？还行，你觉得呢？不过他之前的事影响不？那再考虑一下。谢谢你，回去等通知吧。好，谢谢导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不是应该等我吗？哎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冯清，燕子，我听见吗？是一声。你是刚来的，就跳起来。你倒是不行。你给领导打个电话吧。去你妈！你把他约出来吃个饭吧。听说了吗？有个空降。并且我刚才说了，这款首饰的风格不适合摆那种比较性感的 pose。首饰是不是在我手上？我好看了，
是不是更凸显出首饰的高贵典雅？所有的拍摄都是有主次之分的，我们做的是产品的广告，要以产品为主，而不是您的个人秀。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改变一下风格，既满足了产品的需要，还能帮助您打开在国民心中的刻板印象。戴总，如果今天冰冰姐搞不定的话，我们会……如果实在不行的话，那就只能请你让他们换人了。您考虑一下。拍得真不错。你好，我是益达珠宝集团旗下明皇珠宝的设计师戴安妮。你好，欧阳。来吧，给我拍张照。你好，叶总。好久不见。江山代有人才出啊。这次我们抓紧时间谈判吧。由高副总裁领头的新能源车收购项目，董事会全票通过。今晚去吃饭呀？对呀，一起吃饭。去。高总，我们想去聚个餐，您要不要一起啊？我就不去了，你们少喝点。您就去吧。你们去吧。董事长，高总，那您先忙。子夜，爸，有事吗？你为什么不去啊？我还有工作要忙。加班不要太晚，早点回家。菜都上齐了，你们慢慢吃。谢谢陈爷。山东那个地产项目，你们最后决定跟进多少份额？33.8%。太保守了，直接40%嘛。我们去调查过那个项目的周边情况，没有那么理想，33.8%更稳妥。胆子大一点。好，那我明天回公司，让他们改成40%。不再坚持。
既然您都说了，我们就照做。你是对的。这个项目投资超过35%，就会有风险，更可能亏损。子怡啊，虽然我一直知道你和我对着干，但其实我还是很欣赏你的不卑不亢。可是现在，你连仅有的一点冲劲都磨没了，这可不是我希望看到的。你实话跟我说，你是不是还没有放下你的甜品？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意识到，以前的我太以自我为中心，想事情也过于简单。自从我回到公司以后，我才发现公司的业务竟然这么复杂。你每天要面对的事情太多了，是我以前不理解你。长大了，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了，比我强。吃饭。许墨来找过我了，我知道，他还以为能说服你呢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个油盐不进、刀枪不入的人，是吧？你回到公司啊，我还第一次看见你的笑脸。其实你回到公司这几天，我一直在观察你。你特别像我刚开始创业那个时候，冷静、拼命，但也不是全像。你缺乏一点热情。我让你回公司，就特别希望你像我的样子。因为你慢慢会适应的。可是我看到了，你的心不在这里。这是我让陈姐做的泡芙，来尝尝。一把年纪了，研究了几天才做成，尝尝。评价评价。糖放多了。这姑娘不错啊。以后不要在公司见面了，带回家吧，啊？哇，加油呀！加油呀！前途一片光明。那个人好像是
诸暨的店主。这盘专辑送你了，拿走吧。我准备出去流浪一段时间，店就交给你们了，给我看好了。哎，拜拜姐。准备好了吗？我看你能带我走多远。这俩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去远方，真好。受一点影响啊！我们俩要出去吃个宵夜啊，这个店就交给你们了，钥匙放在柜台上。再见。好看吗？啊，好甜！原来可心也有这样的一面啊！开吗？没想到，最后可心还是被南哥拿下了。功夫不负有心人嘛！你看那个，加油呀！哎，对了，我一直没问你，这加油鸭是怎么来的？有故事吗？其实就是小的时候，我爸跟我在河边坐着的时候，然后我们看到河里就有一只小鸭子，然后我爸跟我说，你不要看它那么轻松的在河面上飘着，但其实在水底下，它的两只脚会一直不停的扑腾，然后才能去到它想去的地方，所以我就把这只小鸭子给画下来。那应该就是那句话吧，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。对对对，就是这句。那你现在已经很厉害了，又有了加油鸭，又有了那么多可爱的小鸭子。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小鸭子？好像有。什么？欣欣呀。电话，短信。玲玲发的视频了。嗨，茉莉，好久没见，好想你啊！哎，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学校，虽然地方偏僻了点，但是孩子们还是很可爱的。嗨，孩子们，茉莉姐姐，你好，你好。或许我一辈子也无法成为名扬四海的设计师，但至少我会一直走在这条路上。我喜欢看到别人穿着我设计的衣服时洋溢的笑脸，就像这些孩子一样简单而美好。当我能用一件衣服给他们带去温暖和幸福时，我自己也被他们的笑脸温暖着，幸福着。我是瞿墨，一个走在路上的小小设计师。希望你也能找到自己的热爱所在，加油！我们开始吧。